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结成新联盟，让法澳数百亿美元的核潜艇军购大单泡汤。对此，法国政府极为愤怒，罕见地召回了驻美和驻澳大使。现在，法国的怒火仍未平息。美国官员透露，在联合国大会期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原计划周三跟欧洲盟友举行多边会谈，当中包括法国外长勒德里昂，但会面最后告吹。美方称是由于日程安排，没有提及是否跟潜艇合约风波有关。而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参会的勒德里昂，周一就点名指责美国背叛盟友，澳大利亚在背后捅刀子。彭博社报道，法国或将重新评估与北约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同时会加大力度推动欧盟发展独立于美国的行动的能力。与此同时，正在纽约参加联大会议的欧盟成员国代表决定一致支持法国。法国肯定是怒火中烧，但它可能有一些政策上，比如说经济啊、贸易啊、投资啊，或者是中法一些科技合作呀，或者是人文交流等等，可能会做出一些调整。那么也就是跟美国相对的拉开距离，但是只是相对的，而且是有限的。阿富汗战争惨淡收场，美国在潜艇项目上对法国背后捅刀，激化了北约内部矛盾。欧洲战略自主、组建欧盟联合部队的呼声再起。本月初的欧盟国家国防部长会议讨论创建一支由5000名军人组成的欧盟快速反应部队，以减少对美国军事力量的依赖。而《纽约时报》的分析指出，面对被美英澳在核潜艇问题上背后捅刀子，马克龙手上有一个升级的报复手段，直接让法国退出北约。北约内部目前离心力加大，而面对法国的愤怒，美国也极力安抚。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周二表示，应拜登要求，将会在本周进行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讨论最近的潜艇交易风波和印太联盟一事。法国欧洲一台指出，在基于潜艇交易危机的前提下，马克龙和拜登之间的电话交谈将是澄清，而不是和解。法新社也称，马克龙将要求拜登就美英澳防务协议作出解释。这次我们看到法国确实是相当于背后被捅了一刀。也激起了像德国、法国有一些欧盟国家内部对美国的不信任进一步加剧，也导致了有一些国家开始对美国进行比如批评和指责。但是我相信，真正涉及到一些重大问题的时候，欧盟恐怕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实力去跟美国公然的去唱反调，或者说是搅美国的局，乱美国的事儿。这点我觉得话，我们还要对欧盟和美国，人家是一种自家内部矛盾的这么一个。事情实质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在周三的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美英澳三边机制表明，美国对欧洲合则用，不合则弃，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开展核潜艇合作，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加剧军备竞赛，损害国际核不扩散努力，与地区国家的愿望背道而驰。美英澳应摒弃冷战零和思维和狭隘的地缘政治观念，顺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停止搞小集团、小圈子。好，相关的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你好。那么，美国总统拜登在联合国大会发言中强调不会寻求新冷战，也没有提到中国和北京等字眼。那对此您怎么来看呢？拜登在联大的首次发言呢，虽然有不少冠冕堂皇的话，比如说呢，保证美国推展积极外交，不会寻求新冷战局势，承诺在军事上克制，不会呢作为首要工具。但是呢，这全是冠冕堂皇、装样子而已，就连欧洲的盟友呢都觉得好笑、不可信。他没有提中国或者是北京，但是呢，他处处在影射中国、攻击中国、抹黑中国。他说，美国呢将为盟友站出来，反对强国主宰弱国的企图，无论是通过武力改变领土，还是通过经济手段。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威胁论。美国呢推动的积极外交不过是小圈子外交，其中呢还包括给盟友背后捅刀。不寻求新冷战也是假话，否则呢就不会用行政命令来干扰中美贸易、科技和金融交流。所谓的不首先动用军事力量，那干嘛呢要急匆匆的建立 AUKUS 军事同盟来制约中国呢？拜登政府呀，现在在打着竞争的旗号，努力的去中国化。他的发言呢，传递着这样一个信号：现在呢，进入与大国激烈竞争的时代，也就是中美竞争。其他国家呢，最好跟着我美国走。换句话说，他的联大发言是要其他的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所以呢，他讲完话呀，这个全球反应冷淡，欧洲盟国呢，甚至取消了与美国的外交会谈。
法国呢，则只派了1名代表去听拜登发言。拜登的发言遭到冷遇，这个与其口是心非呢是直接的关联，人们呢很难再相信他了。这伊朗新总统这个莱西呢就非常直率地说，美国的霸权体系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没有可信度。那么拜登呢竭力向盟国证明他不是特朗普，那么美国的盟国会怎么看？对美国的好感度会有改善吗？法国外长说了，拜登和特朗普的不同仅仅在于不发推特。这句话呢可以说是意味深长。拜登呢还喜欢说美国回来了，也被不少盟友认为是美国优先回来了，比特朗普更特朗普的美国回来了。从阿富汗不负责任的撤退到美英间谍式的从法国手里抢走澳大利亚潜艇订单，那么再到这次联合国大会这个拜登所谓的不寻求新冷战，越来越多的盟国呢对美国的自私自利和言而无信看的是清清楚楚，不再怎么相信美国了。英国媒体说，拜登的国内政策就是赤裸裸的对中国的保护主义措施。如果哪位总统呢会把世界拖入不必要的徒劳的冲突，那么这个人就是拜登。美国的 CNBC 的报道说美国结束了无情战争的时代，将开启一个无情外交的时代。对盟友的无情，英国首相约翰逊呢也正在尝着滋味。原本呢，拜登答应这个英国脱欧以后这个英美就会很快的签署自贸协议，但是拜登说呢，可能到2024年以后了。这个约翰逊呢哭都来不及。华盛顿邮报的评论家对拜登的言行呢观察了将近8个月，他震惊的发现，在一个又一个领域，拜登忠实的延续了特朗普的外交政策。这些都说明呢，美国政府的信誉是越来越低，已经让盟友反胃。那么什么时候到这个反水呢？出现反水现象，还有待继续观察。好的，非常感谢陈斌先生在线来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